这是我一直梦想来的地方。我在冰岛，哇，好舒服哦！每走一步，都像是在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真的可以闻到浓浓的硫磺味，好像要来泡汤的感觉。每一道风景都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这边的特色主要就是可以看到无边界的海景。这让我想要透过身体去感受。你是否也能感受到我那内心深处的悸动？我会希望时间就静止在那一刻，仿佛在说，这里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场心灵的对话。极境之旅。上一集我离开了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展开了环岛追光之旅。当我潜下去之后，在那一刻我会觉得，我就属于他，他就属于我。为了等待极光，入住了泡泡酒店。Welcome to my room， 我在冰岛，妈。但是极光却是可遇不可求的存在。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看到后面他没有出现，我也就睡着了。没关系，留点美丽的遗憾吧，下一次再弥补也不错。今天非常的荣幸，受到一个当地的家庭的邀请，要我跟他们一起吃晚餐。他们要让我尝尝什么叫做冰岛传统美食。Hi, hello, owner. Nice to see you. 在冰岛这片美丽的土地上，隐藏着一些让人却步的传统美食。这一集的极境之旅，首先要挑战的就是我的味蕾极限。古时候的维京人为了生存，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入口的部位和食物，因此留下了许多独特的暗黑料理，其中以焦羊头最为经典。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for dinner. Let's go! Oh, I know one. I know one. Verde ikur algo good. 没有听，根本没有听懂我说什么。Teacher, Verði ykkur Verde ikur að góðu. Let's enjoy. You have a sheep head in my plate. Yes. 上桌时，它不会被切成小块，而是完整的呈现半张羊脸，足以让胆小的食客却步。就算身经百战的我，也只能强装镇定。他们羊头切一半嘛，就直接放在盘子上面。How do you eat this? Just start to, you see, lots of meat here. See? Very tasty meat. Okay? My favorite is the tongue. Let's try the tongue then. It's really good. 羊舌的味道其实跟牛舌很像，它口感是非常的嫩，但是味道却没有那个羊骚味。它只是视觉上很恐怖，但是味道很美味。This is really good. I like it. 哇，小孩子们他们都在吃哎。You like it? Is it good? Yeah. You're not acting? He used to eat it with his grandfather. Oh. Since he was a baby. Yeah. 这一盘呢都是冰岛祖先们吃的食物，里面有鲨鱼、羊血布丁，最厉害的是这个羊睾丸哦。这些传统暗黑料理大多是以腌制、发酵的方式制成，曾经在食物取得不便的年代，帮助世世代代的冰岛人度过寒冷严峻的冬季。Do you like this? 他都摇头 ，He doesn't like it. 不过观众朋友们，请原谅我的胆小，在吃羊睾丸前，我得借着酒精壮壮胆。好，让我来尝尝看他们以前是怎么过生活的。A big bite Yeah, or a yeah, small just, bite? take a small bite. All of them. We have to share. Okay. Okay. That's right.
Cheers, Skol. Let's go. I know. It's sour. It's sour. I know it's not that good. 我想哭，涩涩软软的，然后有一种那个酸酸的味道会出来，那是 OK。 Oh, yeah, yeah. 越嚼的时候，它突然会有一个不想让你作呕的感觉，到后来我真的就放弃了。我其实真的很想把它吃下去，很想把它吞下去。我觉得哦，在镜头前面把这个食物吐出来不是很礼貌。Next try, we tried it, we tried it. Okay, let's continue eating. It's not bad. After trying the bowls, everything tastes good now. Yeah, I guess. 真的是吃完摇睾丸以后，其他的都美味啊。酒过三巡，大家都玩开了。今天真的很好玩，就是把我打扮成维京人。 It's very good to start with a good scream. It's like. Very good. 经过木剑轻点双肩，喝下象征勇气的维京之水后，我正式成为了维京人。我还有个证书，上面还有我的号码，请叫我18901号维京人。跟着他们一起唱歌，一起交流，了解了他们的食物，谈心，真的是喝了一点酒之后，大家都变成好朋友。西瓜甜不甜？甜。我觉得有一点我们谈到的是，就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比较少吃这种传统的食物。等到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就会开始慢慢的透过食物来认识他们的过去。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的。冰川健行日，天气很好，安静，只听得到冰爪踩在冰块上面的那个声音。有瀑布，哇，颜色越来越蓝了。我会希望时间就静止在那一刻。在冰岛的冬夜，我挑战了自己的味蕾极限，我想，同时也感受到冰岛人满满的热情。我还有个证书，上面还有我的号码，请叫我18901号维京人。在冰岛想要体验真正的极境，就得参加探索蓝冰洞行程，那是冰岛冬季最令人惊叹的体验。Hello, my name is Vicky. Vicky, Alberto. Welcome, Alberto. Nice meeting you. 上去冰川之前 ，Siki 要先教我怎么穿这些冰爪。Show me. Put your leg up here. Pull it over your toe like this. This arm in the front. Step to your toe and pull it all the way back. 大拇指往下踩，后面往后拉，很像在穿袜子的感觉。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ice cave trip, we put some crampons on because the next thing t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step on the ice. Let's go. 在专业向导 Sigi 的带领下，乘坐改装的吉普车深入冰川地区。位于冰岛东南部的瓦特纳冰川，覆盖了冰岛国土面积的8%，是欧洲最大的冰川，也是冰岛的第3处世界遗产。我现在踩在瓦特纳冰川上，跟着我一起去看只有冬天才看得到的蓝冰洞。冰川健行日，天气很好，很安静，只听得到冰爪踩在冰块上面的那个声音，很像是在跟大自然的一种交流。Grab the line and go sideways until we're down the steps. 学螃蟹走路。
这是最安全的下去的方式。好漂亮哦！还没有进冰洞，就已经觉得这边很美了。有瀑布，哎呦，还是会滑。哇，颜色越来越蓝了。你们看这个形状，你看这条线。走到冰洞之后，觉得根本就是在参观大自然的冰雕艺术馆。蓝冰洞在冬季形成，由冰川融水在冰川底部冲刷而成，晶莹剔透，泛着神秘的蓝色光泽，仿佛置身于冰雪世界的奇幻梦境。往上面看，你可以看到不规则的边缘的这些冰块，配上天空，很像一幅抽象画。往下面看，又可以看到积水，还有火山灰，形成了一种水墨画。In the summer, when the warm wind is blowing through here, it is carving out the ice, and where the air pockets are, it gets deeper waves, then higher. So it's like a surface of water and wind. 这些冰块上面的表面，很像是一波一波的浪。And it's a beautiful view up to the sky. 现在我要来尝一尝冰川的滋味。这边的水真的非常干净，都可以看得到冻结的空气。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趟体验。每一个冰洞啊，寿命只有一个冬天，所以明年再来是看不到我今天看到的冰洞，也让我更加的珍惜我走在蓝冰洞里面的每一分里每一秒。而我们人一直在追求自然的美，我觉得就是看到这样的美的时候，会有一种共通的感动感。我会希望时间就静止在那一刻，那是我们第一次遇见，也会是我们最后一次遇见。会让我想到，在生活里面，人来人往，很多人你只见过一次面，下次也再也见不到。暴风雪造成道路严重积雪，有车子陷入雪地无法动弹，挡住了去路。环岛追光行程顿时充满了未知数。我会希望时间就静止在那一刻。在一生一会的蓝冰洞里，我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征服了。今天的行程可能全部都要取消，因为天气预报说橘色警戒的暴风雪要来了。开启环岛追光之旅的第3天，即将登陆的暴风雪让行程顿时充满了未知数。哇，坐了3个小时的车，
我安全到了胡萨维克，不过天气真的变了，你们看，开始下雪了。哦，来到胡萨维克，我主要是要来看鲸鱼，但是这样的天气，能看到鲸鱼吗？但是没关系，至少能看到雪。一开始是蛮担心暴风雪，不过当我一下车看到雪景，我就整个又很开心。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只要开心我就爱转圈。旁边的人一定会觉得这个亚洲人他是在干什么？但管他的，我第一次来冰岛，当然要用我的方式来享受冰岛嘛。胡萨维克是冰岛北部著名的赏鲸小镇，色彩斑斓的木屋、静谧的渔港和标志性的教堂，勾勒出宁静迷人的北欧小镇风光。刚到胡萨维克的时候，天气还没有很糟，我想说风不大，然后又下着雪，让我来逛逛这个小镇吧。走到渔港的时候，会发现很多赏鲸的船，然后我就想着明天我应该有机会搭上船去看鲸鱼吧。突然风就变大了，我突然不知道我在哪里，因为它那个能见度变得很低。我心里想着，我该不会卡在这边吧？我该不会迷路吧？走在暴风雪，那个雪打在脸上的还是蛮痛的。白茫茫的冰岛很浪漫，路上又没有人，好像又走在了另外一个世界，很像个电影场景。我看到一幕很可爱，是一个太太就是遛着狗走在街上，不管刮风、下雨、下雪、暴风雪，他们还是在过生活。我觉得冰岛人他们对这种天气好像是见怪不怪，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他们的日常。暴风雪已经减弱了不少，所以我决定开车出去透透气。经过一晚的暴风雪，你们看地上积雪已经积得这么的深，你们看哦 ，1 2 3， 哇，哦，好舒服哦！啊，出发！啊 ，Let's try our luck. Yes. Let's do it. 你们这都结霜了啦，好危险哦！ How do you clear this? Here you go. 哦，它有个特别的器具，可以把冰铲掉。Is it clear enough? 经过了一整夜的暴风雪，造成许多道路严重积雪，也造成许多突发状况。在大家合力协助推车下，车子顺利脱困，我们也终于能继续往今天的目的地前进，算是有惊无险。环岛因为每个点跟点之间距离比较长，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在车上的时间比较多。那从车上看风景也是另外一种享受，可以看着日出，可以看着太阳照着云层，它们会做一些不同的颜色变化。从小镇出发约1小时后，我来到了冰岛东北部的峡谷之中。我听到水声了，瀑布应该就在不远处。哦，一点不能跑，会滑。哇！上山瀑布。这里不只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承载着冰岛改信基督教的重要历史。冰岛人之前不是信奉基督教，
当他们开始改信基督教的时候，就把家里膜拜的神像都丢往了这个瀑布，所以这边就叫做众神瀑布。气势磅礴的众神瀑布，奔腾水流从12米高的半弧形悬崖倾泻而下，激起层层水雾汇聚成漩涡，成为冰岛最具代表性的自然瑰宝。当天因为暴风雪的关系，水看起来是灰灰绿绿的。通常我们看瀑布都是要抬头，用仰角的方式去看瀑布。来到众神瀑布，反而是从上往下看它们，会有一种上帝视角的畅快感。通常去看到壮观的景色，都会觉得人好渺小。但是这次我没有这样觉得，我反而觉得我好幸福，我好幸运，有机会可以来体验大自然的奥秘，可以来感受大自然光是它存在所带给我的感动。好快啊！真的是托了暴风雪的福，让我可以在雪地里飞翔。I love Iceland！ 真是幸运，冰岛入冬前的第一场橘色警戒暴风雪，偏偏就让我遇上。众神瀑布，好壮观啊！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为大地披上美丽的雪白衣裳，也才让我有机会和这群可爱的西伯利亚犬相遇。Hi, Hi, welcome. Welcome to Snow Dogs. Nice to see you. it's so cold today. Yes, this is Iceland. 这里是雪橇犬农场，提供冰岛北部唯一的狗拉雪橇体验活动。Where are the dogs? They can choose in and outside. 耐寒的西伯利亚犬擅长拉雪橇和长途奔跑，是一种聪明、友善、忠诚且活力十足的工作犬。 So, can I pet them? Yes, yes. Can I? They're all friendly. 哇！ So let's get some more clothes for Okay. you. Come inside. 出发体验狗拉雪橇前，要先换装加强保暖。等一下一定会很冷很冷，希望这个够保暖，包起来了，暖和多了。这好像穿在一个睡袋里面。Looks like I'm going skiing. Yeah, come. Meet the dogs. 夏季，旅人可乘坐雪橇犬拉动的4轮卡丁车纵横草原；冬季则可乘坐雪橇穿越雪原，体验冰岛的纯净之美。要跑走了。Hello, nice to meet you. I'm Alberto. Alberto 啦。 Yeah, they are this excited. Yeah. 这些都是纯种的西伯利亚哈士奇狗。哦，它们的毛好舒服哦。哦，它亲我，我要嫁给你了。哈士奇狗狗来，它们好兴奋哦。Do they have name? Yeah, they all have names. What about Different. this one? What's his name? This is Svala. Svala. Hey, hey. Svala. 耶！他听得懂没有名字。Kiss. Yeah. 哦，好可爱。I just want to play with them. 好。暖身好了，可以出发了。哇，你看他们迫不及待想要出发了。Okay, so I have to warm up as well. Yeah.
让我先暖身一下。OK， Come here, and you hold the brake. Put both legs here, and both hands here, OK， and lean. 好，这样要固定雪橇，他们要把狗绑成一条线，把他们把它绑起来了。好快啊！那个导览船太好玩了！啊，地上积满了雪，今天的路程非常的划算。狗拉雪橇是目前为止我来冰岛觉得最好玩的一个活动。9只狗狗拉着我，在一个很平顺的雪地上飘啊飘啊飘啊，好像是坐魔毯飞翔的感觉。I love Iceland！ 在冰岛的天气真的是一阵一阵的，一下子风大，一下子雪大。白茫茫的一片，却看不到前方的路。前面只能看得到它骑的尾巴摇来摇去，跟它们嘴上好像好一样，好疗愈，好可爱。在这段狗拉雪橇的路程里面，沿途可以看到白茫茫的雪，可以看到山，其实比较看不到有层次变化的风景，但是主要是享受那个过程。A little break here. Good job, good job, guys. 好，休息一下。Good job, good job. 狗拉雪橇的乐趣不仅是坐着欣赏风景，我还可以尝试站在雪橇上来控制方向，既有趣又充满挑战。We're back here. 啊，刚刚实在是太好玩了。拉完雪橇后，我最喜欢的就是犒赏狗狗的时刻，看到它们可爱的样子，真的好想带回家。拉完雪橇，对狗狗们最好的犒赏就是好好的抱它们、摸它们。谢谢你们今天辛苦了哈，跑得很累吗？哦，好不想离开哦。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ride. You're welcome. Oh, that was an amazing experience. I'll never forget it. Yeah, good. Thank you. Very good. Oh, Super. I love your dogs. Very good. 暴风雪过后，环岛的路上，眼前尽是被白雪覆盖的景象。而在这片雪白中，我遇见了世界上最凄凉的莲蓬头。当地人推荐我在环岛的路上一定要停下来看一个非一般的观光景点，就在那里。这个露天浴室位于克拉夫拉地热站旁边。哎，真的有出水哎，是谁忘记关了？啊，它没有开关，好像就一直开着。莲蓬头与温泉相连，因此全年都有热水供应。哦，好舒服哦，水是温的。虽然它孤零零地伫立在雪地里，仿佛在默默流泪，不过奇妙的是，它的泪水温暖了我的双手。今天的天气零下-8度，啊，碰到暖暖的地热水，好舒服哦。我来冰岛觉得最好玩的一个活动。好快啊！好像是坐魔毯飞翔的感觉。I love Iceland！
这里是冰岛的人气景点，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到地球呼吸的样子。就在那边，冒着白烟的地方就是地热谷。要真切感受地球的生命力，这里绝对是最佳选择。走在这片地热活跃区，你能深刻体会到冰岛冰与火之国这一称号的真正由来。真的可以闻到浓浓的硫磺味。哦，好像要来泡汤的感觉。这里展现了地球力量最直接的一面，也是大自然最壮观的地质教室。灰色蒸汽从地表裂缝喷涌而出，带着浓烈的硫磺气息，仿佛科幻电影中的外星场景，真实的展现在眼前。有一个小烟囱。连续几天舟车劳顿，加上0度以下的寒冷天气，身体早已疲惫不堪。这样的时刻，最好的放松方式，自然非泡汤莫属。这里是胡萨维克的一个秘密泡汤景点，这边的特色主要就是可以看到无边界的海景。这边的温泉水是咸的。这里的温泉水是由天然海水加热而成，富含矿物质，对皮肤特别有益。更棒的是这里的景色，温泉池地势较高，可以俯瞰壮丽的自然风光，让人彻底放松身心。我下水之前啊，还风平浪静，下水之后不到几分钟就开始刮起风，然后开始下起雨来。还好过一阵子雨就停了，我才能好好的享受泡汤，好好的享受无边界的景色。在零下气温中，温暖的地热水包裹全身，享受冰火交融的奇妙体验。这种独特的对比，正是冰岛独有的生活美学。泡在温泉里面，然后看着广阔的天空、无限的海景，会觉得不枉此行了。幸福总是如此猝不及防，走出秘境温泉，抬头便与极光不期而遇。妈，我没有白来冰岛，我看到极光了，耶！第一次看到极光的时候，是会觉得尖叫的那种。这条极光好像彩虹哦，好羡慕冰岛人哦，可以常常看到极光，整片都是哎，极光从这边直直的划过天空。终于让我等到了啦！哎，那边也有。来冰岛之前，只有想说我一定要来看极光，但是来到冰岛之后才发现，比起极光，我在这边看到的冰川，在这边看到的火山、温泉、瀑布，其实跟看到极光是一样的震撼。离开北部，一路向西，途中造访了鲨鱼博物馆。Hello, Kachen. Welcome. How are you? I'm good. 鲨鱼博物馆展示了捕捞格陵兰鲨鱼的历史，陈列了与鲨鱼相关的工具、文物和影像资料，是了解冰岛渔业文化的独特窗口。Wow, so this is the museum. This is a museum. Yeah. Wow. What is the most special thing that you have in this museum? This boat here.
This is my grandfather's shark fishing boat. And this boat is first registered 1860. 姑前的祖父就是靠着一艘不大的木船，就可以去抓鲨鱼。他们出海的时候是要在冬天的时候出海，鲨鱼他们会喜欢在海面上面游泳，所以这时候就是会比较容易可以捕捉到它们。一出海就要在海上待上个6到8天，好难想象他们是怎么去度过海上漂流的那些日子。Is it dangerous to go shark fishing? It's very dangerous, yes. But luckily, we don't do this anymore. 好难想象哦，用这个钩子就可以捕到鲨鱼。他们上面会放海豹肉或者是马肉来当成诱饵。每次出海可能就会抓到2到3只，最多的一次是他抓到了24只鲨鱼。哇 ！Can we see any shark here? Only the meat that I have hanging in the drying house. All right, let's go there. Let's go there. 除了丰富的展品外，鲨鱼博物馆的另一特色就是能深入了解发酵鲨鱼肉的制作过程。There we have drying house. 从这边就可以看到有黑黑的东西吊在那边。据 Gujen 表示，家族与格陵兰鲨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600年前，他们世代传承着这项独特的腌制鲨鱼肉传统。目前这里是冰岛规模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发酵鲨鱼肉的产地。哇，壮观啊！这些都是鲨鱼肉。How many sharks do we have here? Meat from 40 sharks. From 40 sharks. So we can say this is almost 30% of my yearly production. 格陵兰鲨鱼肉是有毒的，必须经过腌制、风干、发酵才能安全食用。原来要尝到鲨鱼肉是要等到6个月的时间这么长，因为要2个月的时间腌它们发酵，然后要再等3到4个月的时间让它去风干。I got these here for you. All right.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他就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了手套，他要我做什么？在这里，人们不仅能感受到冰岛人与大自然共生的智慧，还可以品尝到原产地直送的发酵鲨鱼肉。要这样子的摸这些鲨鱼肉，比较厚实的、没有弹性的，不会这样软软的，就代表它已经好了。我来看看，哦，这些都还蛮软的。I can't find any. They're all soft. See the oil dripping down. You see it? 哦，终于找到了一块好像风干好的鲨鱼肉。Look at that. 感觉真的还没有熟。Are you sure I can eat it? You can eat it, yeah. 好吧，好像是沙西米的感觉。You are right. It needs a little bit more. 他说的确今天还是需要再风干一些时间，它有点软，难怪我觉得不好吃。这才是真正风干好的发酵鲨鱼肉试吃时间。 Right, let's try the meat then. 哇，也太大块了！这是要我全部吃掉吗？ No, no, no. 在冰岛品尝发酵鲨鱼肉，有个最经典地道的吃法。腌鲨鱼肉的吃法就是把切丁的鲨鱼肉放到我们的黑石酒里面，然后泡一下，泡30秒。接下来就是要把鲨鱼肉嚼几口，然后再慢慢的喝我们的黑石酒。我对姑浅其实有点不好意思，我不会觉得腌鲨鱼肉是不好吃，但是它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哦，那个鲨鱼肉越嚼，那个漂白水的味道就越重。
赶快用酒的味道把它压下来。环岛旅程的尾声，我来到了冰岛西部海岸，一处令人惊叹的景致。为了能拍到第一道曙光，我们在零下4度的天气，来到了冰岛西部最有名的拍照景点——教会山。教会山以其独特的金字塔形状而闻名，成为冰岛最具代表性的山峰之一，是冰岛斯奈山半岛的地标性景点。据说啊，教会山是冰岛被拍摄次数最多的山峰。这个美丽的自然景观由3部分组成：一座独立的尖峰、旁边的瀑布，以及连接两者的溪流。站在这片宁静的自然中，可以深刻感受到大自然的无限魅力。从瀑布的地方看上教会山，会觉得教会山好像冰淇淋，整个画面都看起来像一幅画。尤其是当我走着小路，想要去靠近这个瀑布的时候，更加的发现，哇，这里是仙境吗？极境之旅。当我听到极境之旅要带我来冰岛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耶，我终于可以圆梦了，太棒了！这趟旅程，我真的觉得就是从美看到了生活的单纯，找回了对生命的热情。好快啊！那个高大山，美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正光出现，大自然都有一种能量，只是我们有没有静下心来去欣赏它。在冰岛感受到的宁静感，感受到对生命的热情，是我希望可以一直记着的。很多时候看到很美的风景，我就会想要在那边舞动。我不会去想说我下一步要怎么动，大自然它就会给我线索。我主要是感受那边的环境给我什么灵感。风带我往左，带我往右，带我往上，那个感觉很神奇。回到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脑袋在思考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但是在这边跳舞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你只要好好的活在当下，下一步就会出现。